漠河，一座中国最北方的边境小城，也是中国极少可以看到极光的地区。如今，这里成为了无数年轻人的朝圣之地。前往漠河的火车票常常一票难求。这座城市究竟有着什么样的魔力？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解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。今天是我退休旅行的第37天，现在是在齐齐哈尔，一会儿要乘坐雪国列车去中国的最北端大兴安岭漠河。去往漠河的绿皮火车可以算是中国版的雪国列车。我乘坐的这一班 K5171次列车，从黑龙江的最东南端牡丹江一路开向最西北端漠河，全程1549公里，运行时间26个半小时。霜好厚啊！哎，它就是蛮大的嘞，厚厚的一层。它脸是看起来它就好瘦呀。能不能看到这个连接处的雾气，像仙境一样，一路向北，越北越美。这个车有餐车吗？没有。哦，就只有这种零食是吧？对对对，因为我们是临时客车，零客。给我一个泡面，一个矿泉水。一个泡面，对，一个矿泉水哈对，11。好。这节车厢的乘客听口音大部分都是广东人，感觉这个冬天东北人都去了南方，而南方人却都来了东北。到漠河了，都是南方小土豆。哇，太漂亮了！树袋口有一个大铁人儿，刚好日出。你呢？好漂亮。就是长得像猪猪侠。鸡鸡爆。漠河的几个景点相互之间间隔比较远，而且公共交通不是很方便，所以来漠河旅行的话，一般都会选择跟旅行团或者包车。我本来也是计划到了漠河之后报个小团的，但是很巧的是，来的路上在小红书上刷到了一个旅行搭子的帖子，于是我们4个人组成了一个小团，然后一起包了一辆车。居然还有蜜雪冰城啊！这真的是蜜雪冰城啊！漠河很美，蜜雪冰城很甜。漠河舞厅里面有这样一句歌词：这里面极光出现的村落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北极村。然后为了更符合这首歌的意境，我们决定再去买一些烟花。到了北极村之后，在深夜里燃放。太大了吧！进了冰谷草，买一个大的那种烟花，然后再买一些小的拿的那种。可以啊。这种长多少钱？那个是25，这个是25一把。对。然后这个呢？这个是10块，这15。10块。10块一把是吗？对。这个怎么卖的比那个刷江面上还贵？我也觉得。这是的是5块的，那还5块钱仨的。这个5块钱一把不行吗？我上没上来。这个25发的，这个拿的话就给40。40。这个本身我就不挣钱，这个小的要玩玩，这也是那啥。少女。对，少女玩。花多少钱呢？买90块钱的，买个大花，买点小的。租了一辆商务车，3天2晚带司机，一共800块钱。这个价格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。这是给你们带备的泼水神器，可以，周到。今天的主要行程是驱车70公里，从漠河市区前往北极镇。北极镇是中国最北的一个乡级行政单位，下辖北极村、北红村和洛古河村3个行政村。民国时期，这里曾经是漠河县城，现在这里变成了一个以中国北极为核心的特色旅游小镇。其实下雪的天数也不多，但是它下了雪不化，是吧？不化，对，它下一场占一场。他们这边雪是那个干雪。对，这雪你要打雪仗，你都捂不成管。北极村春归明月，住在北极村里面其实也不贵，这房间是120一天。
哎呦靠，这暖气片也太烫了，暖气片里放的开水吧，怪不得这么暖和。北极村紧挨着黑龙江，江对面就是俄罗斯，地理位置是在我们国家地图里面的那个鸡冠的最顶端，所以这里有一个金鸡之冠广场，广场里面有一个巨大的龙玺雕塑，寓意是天佑中华，国运昌盛。在这里建一个巨大的印章，我觉得是有点的玄学在里面的。前面就是边境，对面就是俄罗斯。边境哨卡。一，如非法入俄界被抓获，我边防部队将与俄方会晤交涉，遣返后移交公安部门处以拘留或5000元罚款。对面那是俄罗斯的岗哨，看，好高啊！没看到里面有人。这马几岁了？5岁。对，5岁。不是5岁，4岁。 5岁算大马了吗？不算大马。一般他们能活多少岁？能活到15岁。哦，那他还是个青年人，他才20岁左右。对。你们会吃马肉吗？吃。就是他，比如说老了走不了了就。对，完我不宰，卖别人宰我。啊，就不吃自己家的嘛。不吃自己家的。为什么他这里要把它磨去掉？这不是硌掉了，这磨掉了。磨的。磨掉了。磨的，哎呦，这玩磨的，这玩磨的。好漂亮的夕阳啊！在高纬度地区，由于太阳光线穿越大气层的距离更长，蓝绿色的短波光线会被散射，只会留下这种长波的红橙色光线。同时又因为寒冷地区天空的透明度和饱和度更高，所以一般是越往北，夕阳的颜色越美。熊猫，你怎么出来的？漠河这个北极星的灯光配色颜值是在线的，真的有这种指南针的感觉。晚星照向你的眼睛，杀人又放火。在漠河的第2天，我们将要沿着边境线前往乌苏里浅滩和龙江第一湾。漠河的绝美风景都在今天的行程里。然后这地方生长期多长？你得看啊，生长期5月中旬才冒芽，到8月中旬就落叶了，这3个月的生长期。这树枝1年就长1毫米左右。不像南方的树，1年2、4、5年就起来了。这地方你像粗一点的树都得100多年了，这生长期太短，这地方。所以说它这个树虽然细，但也有可能已经长了几十年了。对，好几十年，跟全都这么粗都好几十年了。OK。漫山遍野全是白桦林。白桦林在东北的许多文艺作品里经常出现，所以在我的心目中，早期对大兴安岭和整个东北的印象，就是一片一片白雪覆盖的白桦林。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，阴霾的天空下各自飞翔。白桦树刻着那2个名字，他们发誓相爱用尽这一生。有一天战火烧到了家乡，小伙子拿起枪奔赴边疆。心上人，你不要为我担心，等着我回来，在那片白桦林。哇，好漂亮啊！你们能看到吗？这个时候的这个光线，再加上这个雪峰的江面，非常漂亮。
还去什么瑞士呀？来黑龙江吧。嘿，你好吗？在漠河这一天，太阳就没有升上去过，一直就在这个高度，升不到顶。龙江第一湾，去打卡一下中国最北点。在漠河旅行，不管是北极村、圣诞村，还是龙江第一湾等等景点，景区的收入目前主要还是依靠门票，服务类的消费点很少，非常的原始。其实现在很多城市的景区都已经免票了，然后靠餐饮、酒店、文化演出和一些特色商品等等来拉动游客整体的消费，这是一种相对更加进阶和现代化的经营模式。因为收门票有点类似于在网上买东西不包邮，会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。中国最北出行组就在江面上支起了帐篷，还挺艰苦的。中国最北少尉，祖国在我心中。饮江水，流华夏雪漫，嚼寂寞，凝边关军魂。中国最北的山花。去顶上看日落，虽然没有看到极光，但是看看中国最北端的夕阳吧，也很漂亮。纬度高了之后，这种云都是这种一片一片的云，不是那种一朵一朵的。哦，你看这个岛，它这边是俄罗斯的，这边也是俄罗斯的。中间这一个欧米伽是中国的，我们现在就在中间那个欧米伽上面，神奇啊！这是今年的阿穆尔林业局在北极岛景区看到了3次红色的极光。漠河虽然是中国看北极光的最佳观赏点，但是在现实中，在漠河观测到极光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。回去的路上来一趟北红村。在北红村遇到了一群小土豆，在室外蹦迪，加入他们。更饿了，找了一家铁锅炖来吃晚饭。听听这个烧劈柴的声音，噼里啪啦的。快点哈皮，哈皮哈皮。冬至快乐！今天是在漠河的最后一天，天气很好，起来看个最北的日出。我记得有一首诗歌里面是这样讲，很多时候人不是活一辈子，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，时间线拉得越长，留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越少，回忆起来可能只有那么几个零星的片段和瞬间。这是我第一次到漠河，也可能是我人生中的唯一一次。我想我会永远记得这个早晨。下去拍泼水成冰去。我们开车的师傅给带了2瓶热水，太给力了！哟，来船，我给你拿相机。冻死给我冻坏了，我告诉你。我的手动不得了，我感觉。这个右手。到那个位置 ，OK。好，3、2、1。在离开北极村之前，来中国最北的邮局给朋友寄一张最北的明信片。好多人啊，大家都在给朋友写明信片。
是是。这个洗完之后直接投那个油桶就行了。这一片我就。鹿鸣部落，我们家猫就叫鹿鸣。真的？真的。这是围起来的一个驯鹿场。民生实践路。Hello， 早上好呀！看着睿智的小眼神，这是不是傻狍子呀？是不是？老兄，这看起来应该是驯鹿或者马鹿什么的吧？长得像个牛一样，头上的角已经没了。小鹿，小鹿。这个靓仔应该是。这点褶了。这个饿了。在漠河的最后一站，去打卡漠河舞厅。这里的这个漠河舞厅，其实和电影《白日焰火》里面那个漠河舞厅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和那个传说中的张德全老人的爱情故事也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但是不耽误它很火。在漠河旅行结束离开的时候，看到火车站的工人在烤地砖。烤地砖的目的是把光滑的大理石地面变成粗糙的火烧面，防止游客滑倒。东北为了接住今年的旅游流量，可以说是很努力了，各处的细节都在逐渐完善。一个体验很好的旅游城市不是一天就能建成的。相信今年这波的旅游流量可以让东北变得更好。真心的希望东北可以一直火下去，加油漠河，加油东北！好了，关于我在漠河的旅行体验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